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阳光财经，我是 Sunny。我家在2013年左右吧，买了2个比特币，后来又低价卖掉了。当时一个比特币才人民币几百块钱，虽然说要是拿到现在2个比特币也发不了什么大财，但是完全错过了成为亿万富婆的机会啦！枉费我们这么早就知道比特币了。在比特币突破2万美元之际，我们来了解一下比特币，以及说点实在的，美股账户可以投资哪些拥有比特币的美股公司和4个区块链 ETF 基金。如果你对比特币及相关投资产品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如果观众反馈不错的话，以后我们还会偶尔拓展比特币的话题。11年前，比特币刚出来的时候根本不值钱，曾经有个人花了1万个比特币买了2块披萨，吃完之后打了一个饱嗝，他现在一定是后悔莫及，这是他吃过的这个星球上最贵的披萨。我大概算了一下，多伦多 GTA 地区的一栋普通的 house 大概只需要57个比特币就能全款买下。那2个披萨1万个比特币啊，放到现在相当于175栋大 house。 比特币发展到今天，其投资属性超过了黄金，价格波动也大于黄金，已经被个人和机构广泛认可。今年名声鹊起的 ARK 基金旗下的 ARKW 投资了比特币信托基金 GBTC， 持有了 1.35 亿美元的市值。 ARK 创始人 Catherine Wood 非常看好比特币及其背后的技术，他已经以其颠覆性和创新性的魅力不断地吸引着金融企业，尤其是硅谷和华尔街的投资公司。比特币1年内上涨了3倍，自2009年创立至今已经上涨260万倍。为什么在图表上我们看到比特币大方向上涨，似乎在过去任何时候买入都会解套并获利呢？因为比特币总共2100万个，开采数量大约每4年衰减1半，对矿机的要求是越来越高，数量有限的筹码，并且挖矿成本与日俱增，是炒作的先决条件。2100万个比特币已经进入流通环节的，估计在1700多万个，还要扣除那些私钥丢失从而再也找不到的那些，真的筹码是极为有限的。一个2万美元，全球也就是3600亿的总市值，相当于一个英伟达，或者说是1/6个苹果。这在货币洪水漫灌的当今世界啊，并不是什么天文数字。要知道，比特币发明的初衷就是人们厌恶了货币无止境的发行，还有钞票不断变薄。机构号称比特币是2021年的特斯拉，花旗银行等机构甚至超级看涨比特币到一个30万元。这真是令人恐惧的预测呀！如果只有美股账户，那我们可以如何投资到比特币呢？首先，我们可以抄 ARK 女股神的作业，交易 GBTC 这样一个比特币信托。GBTC 是 Grayscale 比特币信托的代码。灰度资产这家公司是最大的数字货币资产管理公司，目前管理着122亿美元的资产，旗下的基金有投资比特币的，也有投资以太币，还有莱特币的。当然了，虚拟货币这么多，抓住比特币就够了，所以 ARK 投资了 GBTC。 那么投资比特币信托和直接自己去投资比特币本身有什么区别呢？这就好比黄金信托和黄金，你买了黄金实物，你还得管理黄金，放在怀里太重了，放在家里怕被偷，带出门去怕被抢，肚子饿了又不能吃黄金，不如买黄金 ETF 或者是纸黄金之类的，让别人去保管。比特币也和黄金一样不记名，它只有一串私钥密码，是持有和交易的凭证。一旦私钥丢失了，或者是被黑客盗走了，就根本找不回来了。比特币信托让投资者能够分享比特币上涨和收益，而自己又不必去买卖和保管比特币，连比特币钱包和私钥都不需要管，像买入股票一样买入 GBTC，赚了赔了也像股票一样卖出，都在美股交易账户里面就可以完成。此外，如果自己去一些交易所交易比特币啊，我们不知道这些虚拟的货币交易所是不是受到监管，安不安全。
不得不提的是，不只是个人容易发生比特币被盗事件，连机构也有发生被盗的灭顶之灾。据不安全统计，历年来有17宗交易所比特币被盗的案件。当你在虚拟货币交易所交易的时候，就要面临这样的风险。交易 GBTC 比特币信托，让专业人士去投资比特币，从而规避一部分的被盗风险。灰度公司还谈到使用冷钱包加密方式来储存虚拟货币，以及每年的审计规则让投资者放心。听起来似乎安全一些。当然了，比特币信托也不是铜墙铁壁，切不可以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哦。你看 ARK 配置比特币信托也只占了 ARKW 基金的 2.74% 而已。GBTC 已经成为比特币市场上大家都知道的巨鲸，它的一举一动也会影响到比特币的行情。GBTC 一股的股价是20多元，是什么概念呢？根据公司的报告，一股 GBTC 持有 0.00095096 个比特币，或者反过来，大概1051股是一个比特币。那么1051股是多少钱呢？假设今天的股价 25.82，1051股那就是2.7万美元，相当于2.7万买一个比特币。而今天的比特币是2万的话，这里居然有7000的差价。这个差价是买 GBTC 代替比特币所付出的溢价，有时溢价率能达到 140%。溢价过高的时候，这个 GBTC 就不如直接投资比特币了。除了溢价和每年管理费 2% 这两个因素， GBTC 总体走势和比特币是趋同的。以 GBTC 代替比特币现货投资是合适的，可以获得和比特币相当的收益，并且承担相应的风险。而且我们可以购买最低门槛，一股26美金左右就可以入场，然后号称我们也是虚拟货币投资者。据我所知，有2家上市公司购买了大量比特币，他们分别是 MicroStrategy 和 Square。 买这2家公司的股票相当于间接持有比特币，不过他们的股价走势会受比特币行情的影响，却不会和比特币趋同，因为他们是实体公司，有自己经营的业务，比特币只是公司的一个部分。在考虑这2家股票的时候，要更多的分析他们的主营业务。我们先来看一下 MicroStrategy， 股票代码是 MSTR， 这是个以商务智能服务为主业的公司。商务智能它是用来帮助企业更好的利用数据提高决策质量的技术集合，就是说它是利用数据库来帮助决策。 MSTR 的股票市值很小，股性也很活跃，风险大，收益高。它和比特币扯上关系，是因为这家公司持有了4万多个比特币，并且筹了 6.5 亿的债券，准备增持比特币。公司 CEO 也频繁发表言论看好比特币。那再来看 Square， 股票代码是 SQ，它的拳头产品 Cash App 可以看成是美版支付宝，股价也是节节走高。公司也将超过 1% 的资产投入到了比特币，并且有进一步增持比特币的意愿。 SQ 的支付产品同时也能够交易比特币，这样 Square 不但持有比特币，还做起了交易商的生意。 MSTR 和 SQ 这2只比特币概念股在比特币大涨之际也不断创出股价新高。那么对于稳健的投资者，我介绍4只与区块链投资主题相关的 ETF， 并重点讲一讲 Block 和 BLCN。 说到区块链 ETF， 并不是投资到虚拟货币资产，而是投资到与区块链技术相关的股票，所以这些 ETF 本质上是股票基金，投资的是股票。区块链简单说就是大家来证明你的存在，我的前后左右和全班同学证明我坐在这里，那就是区块链技术。所有电脑证明张三拥有一个比特币，那这样的技术需要软硬件的支持。比特币的加密算法要挖出一个比特币也越来越消耗计算机的算力和电力，这些都会给相关产业带来投资带动。虽然虚拟货币是虚拟的，但这些公司提供的高科技却是真实存在的。BLOK 是一家主动管理的 ETF，
这支基金将其至少 80% 的净资产投资于区块链技术相关公司的股票，它的前10大持仓包括这些刚才说的 SQ 和 MSTR 以及金融服务公司 Silvergate 都在重仓股之列。 BLOK 基金投资的股票行业分布广泛，主要有软件服务业、媒体娱乐业，还有多样化金融等。所投资的股票分布在亚太和北美地区，持仓分散度很高。从他买的股票当中，我们看到了像台积电、英伟达、亚马逊这些老朋友。那这样的话 BLOK 就不只是单纯的虚拟货币概念了，而是找到那些技术上支持了区块链的优质公司作为投资对象。我们再说一只区块链 ETF， 它的代码是 BLCN， 基金管理资产 1.7 亿，前10大重仓股是 Galaxy、Square、百度等，和 BLOK 的持仓有一部分是重合的。BLCN 的投资行业分布集中，主要是在信息技术和金融领域的上市公司占了投资组合的大部分。从回报率和基金走势上， BLOK 今年涨了 70%， 而 BLCN 是涨了 51%， 表现都是相当好的。比特币就像淘金热，在路边卖水的人反而赚了大钱。区块链技术相关上市公司通过提供技术、硬件、服务，成为比特币淘金热潮当中的卖水人。他们卖出去的是真实的产品，投机者投机的是虚拟的货币，各取所需啊。而那么多与区块链有关的股票，无法一一调研。直接买入 ETF 可以一次性买入一篮子区块链概念股，这适合对比特币和区块链有兴趣但又不敢直接投资比特币，对科技股比较看好的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如果你喜欢就点个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